观前须知。Feel the pages turning, I see the candle burning down before my eyes, before my wild eyes. 这是丧尸危机爆发第10天，江毅怎么也想不到，一次平常的外出搜寻物资会让他落到如此险境。混蛋，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10天前，没有人在意这场席卷全球的大雨，直到每个淋雨的人都突发恶疾，高烧3天，一时间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江毅的女朋友也高烧了3天3夜才终于好转。就当群众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怪异的流行感冒之时，所有呼吸平稳的病人却毫无征兆的集体暴毙。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光是江毅所在的城市就死亡了数百万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全世界政府无法隐瞒真相，民众一度陷入悲愤与恐慌。而暴毙的事件才过了12小时，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所有暴毙的人还来不及下葬就突发尸变，扑倒身边的人疯狂撕裂，一刻也没有为末日来临而惶恐。幸存的人类突然发现，他们中居然有人觉醒了。可惜的是，江毅并不是其中的一员，但让他欣喜的是，他的女朋友却是幸运。他觉醒了水系异能，有女朋友的这层异能者关系，江毅也受到了优待。但江毅的优待很快就被人嗤之以鼻，有个能干的女朋友了不起啊！听闻接下来搜集物资，江毅也要参与。二人一开始愤怒不已，但随后又心生一计，露出奸笑。江毅很快就会知道，末日中最可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心。沙雕大学的幸存者们很快组织起了数支拾荒小队，前往各个商场居民楼搜寻物资。好巧不巧，江毅正好和王海二人分配在了同一组。江毅虽然是普通人，但丧尸刚爆发几天里，数次活动中，大家都对他杀丧尸的狠劲印象深刻。没办法，在这末世之中，他人皆是地狱。江毅要是不拼尽全力，别说保护不了女友小佳，自己也迟早被人吃干抹净。加入王海小队后，江毅常看到两人窃窃私语，与他对视的目光中仿佛也带有侵略性。为此，江毅时时提防着二人，几天下来，倒也相安无事。然而，百密中有一疏，在一次搜寻活动中，他们居然发现了幸存者。女孩看见活人，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扑进江毅怀里哭泣。而江毅看她哭得梨花带雨，也难得安慰了2句，让她先躲在这里，等3人搜集完物资，再带她一起走。王海和沈彤看着眼前的一幕，嫉妒心作祟下，心中的邪念再也抑制不住。二人故意引来大批丧尸，让江毅断后。光是这些还不够，要做就把事情做绝。没想到那二人最后一脸讥讽的将自己推到丧尸身上，江毅都恨不得将那二人碎尸万段。沈彤、王海，别让我活着碰到你们，否则我一定将你俩碎尸万段，让你们连丧尸都做不成。说完，江毅掏出一枚闪亮的尸核，这是一枚偶然从丧尸堆里捡到的尸核，能增强觉醒者的异能，但对普通人类却是剧毒的。可惜他死到临头都没来得及交给月，他毅然吞下尸核，随即一阵剧痛开始蔓延全身，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疯狂摧毁他的身体组织。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丧尸的敲击声都消失了，而一股热流也从他腹部扩散开来。他仿佛能感受到被那阵剧痛粉碎的内脏正在飞快重组。他赌对了，他没有死，脱胎换骨的他等同于重活了一世。沈彤、王海，你们欠我的，我必100倍奉还。然而，更让蒋毅狂喜的还在后面了。一道毫无感情的机械音突然响起，系统已激活，新手奖励发放中。好家伙，还有意外收获！被困在房间内等死的江毅吞下尸核后，居然奇迹般活了下来，被丧尸抓咬的伤口也逐渐开始愈合。惊喜之后，江毅很快发现了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身体素质依旧是普通人类，只是免疫了丧尸病毒，变得更健康了而已。这不对吧？按理说，免疫了丧尸病毒后，自己不该觉醒什么异能吗？至少那些异能者和自己的女友是这么说的。难道他们有所隐瞒？正当江毅一脸困惑之时，他的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系统已激活，新手奖励发放中。好家伙，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这年头谁还没看过2本系统文啊？众所周知，区觉醒异能怎么能和绑定系统比呢？这可是外挂啊！是否消耗自身属性，具现生成灵魂武器？提示：本次选择拥有唯一性，不可更改。消耗自身属性。江毅眼前展开一道系统光幕，光幕中的数值对应着他身体的各项指标：体质5点，精神8点，力量4点，速度5点，防御3点，普通人类属性上限为10点。江毅有些无奈，这各项数值离满级的普通人都差得远，更别提那些觉醒的异能者了。江毅想了想，反正他就这点属性，消耗了又能咋样呢？他果断选择了生成灵魂武器。然而很快他就后悔了，一阵万重噬体般的剧痛传来，难顶的江毅差点昏迷过去。随着他的体质、精神、力量数值一点点被扣除，一柄黑色的大剑也缓缓凝聚成型。江毅一阵苦笑，遭了这顿老罪，他的3项属性都归位了一点，身体也出现一股失去往日雄风般的虚弱感。身体这种状态还怎么逃离这里啊？江毅开始后悔凝聚这把灵魂武器了。然而还不等江毅细细端详自己的大剑，大门却砰的一声被撞开，
敲了半宿大门的丧尸终于闯了进来，见到迎面扑过来的丧尸，身体虚弱的江毅亡魂大冒，下意识就抬起大剑劈了下来。病毒强化过的丧尸躯体居然被这一剑斩断，明明以他的力气根本无法斩杀丧尸才对。劫后余生的江毅重拾了信心，有这柄锋利的大剑在，他似乎也有希望逃离这栋宿舍了。他关上大门稍作休整，正准备收起系统面板之时，却瞥见面板发生了变化。检测到宿主击杀了杂鱼丧尸，无限战斗升级系统激活，请分配属性点。江毅一喜，正愁自己身娇体弱的怎么对抗群尸呢？果然还是老套路，要打怪升级啊！江毅觉得，虽然不像那些刚觉醒的异能者，开局就拥有离谱的体质或异能，但天道酬勤无限升级的道路似乎也不错。甚至这些腐烂发臭的丧尸，都让他感觉和蔼可亲了起来。这可都是行走的经验包啊！随后的几小时里，江毅开始游走于宿舍之中，找寻落单的丧尸，一击毙命。而随着等级的提升，升级所需斩杀的丧尸数量也在逐级递增。果然天道酬勤的道路不好走啊！精疲力尽的江毅靠在门边，以他的力量最多能同时对战2只丧尸而已，大部分时间都在逃离群尸的追击，以及藏匿起来寻找单杀的机会。杂鱼丧尸就这么难对付，那带有尸核的进化丧尸岂不是能虐杀异能者？没错，江毅发现不是每个丧尸都带有尸核，他偶然捡到的尸核居然是进化丧尸产出的。当时异能者们联手击杀了一只特殊丧尸，还不清楚进化丧尸价值的异能者们安排了江毅去处理尸体，尸核也这样便宜了他。江毅感叹了一句：命运无常，老天给了他把握命运的机会，他一定要牢牢抓住。但他辛苦了这几个小时，想到劳逸结合也很重要，练级不能急功近利，还是选择老办法顶住大门，逐渐睡去。醒来的他发现自己离死亡只差一颗花生米，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了他的脑袋。你这该被千刀万剐的畜生，准备好受死了吗？刚睡醒一脸懵的江毅开始疯狂检索记忆，结论是他压根就不认识这女孩啊！这女的是不是有病？你神经病啊！我们认识吗？你就要杀我！江毅能看出女孩是性情中人，在让他死个明白之前是不会开枪的。江毅铤而走险激怒对方，就是想了解下二人到底有什么过节。好，想死个明白是吧？我问你，昨天下午那3个来女生宿舍的畜生里是不是有你？江毅听完点了点头，仔细想想他和王海那2个叛徒的拾荒路线，对方说的应该是他们3个人没错。你们是不是还遇到了一个女孩？你们对她做了什么？难道还需要我帮你回忆吗？简单2句话，江毅已经意识到出什么问题了。现在想想，当时二人的眼神，很显然自己成了阻止二人发泄兽欲的绊脚石了。猜测到前因后果的江毅立马发问道：那2个畜生是对那女孩做了什么吗？女孩的表情从愤懑转变为鄙夷。怎么，想把自己撇干净，当我是傻子吗？江毅的大脑飞速运转，对方认定自己是帮凶，自己纵使有100张嘴也难辩驳，不如将计就计，承认自己是帮凶。我再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相信我。那好，我确实是和那2个人渣一起来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呢？枪口就在眼前，江毅却出奇的冷静。他觉得女孩要是琢磨出不对，那还有回旋的余地。谁知道你们这群精虫是怎么想的？万一是胆大包天，还想找别的女生糟蹋呢？女孩确实是真性情，换作是她，在几乎坐实是同伙的情况下，她哪还会问？末日之下宁可错杀，她也不愿承担对峙的风险。江毅叹了口气，我也有女朋友，怎么会和2个人渣同流合污？我还答应要带那个女孩一起回避难所的，只是没想到那2个人渣在回去之前就对我下手了，所以我才一个人留在这里。很显然，3两句话是不可能说动这个女孩的，但对方的神色之间明显有了迟疑。江毅趁热打铁，补充道：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想活下去，为了我的女朋友，也为了向那2个人渣复仇。看到江毅对答如流，临危不乱，略微思索的女孩放下枪，但同时也和江毅保持着安全距离。你说的话我还是不能相信，但我给你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女孩终于解释，昨天在隔壁楼目睹了自己的闺蜜不堪受辱，呼救不成，最终跳楼自尽。但具体有几人办案她并不清楚，只看见有2个混混离开了宿舍楼。她说有3个人也只是炸一炸江毅，万一他神色不对劲，于月立马就会开枪。不过这枪也只是高仿枪械，也不想想境内公民从什么渠道获得真枪呢？但他有能力让这把仿枪造成真枪的杀伤效果。江毅微微一愣，这女孩说要给一个自证的机会，什么机会？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江毅。于月看江毅的目光有些意味深长，江毅人都听傻了，怎么自己还挺出名？除了你自己，谁不知道你是陈家姿最殷勤的舔狗？他和校花陈家姿高中就确定了关系，在他的印象里，他们俩不是正经情侣吗？纯爱战神江毅的信仰崩塌了，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你是陈家姿最殷勤的舔狗哦。这是云月告诉江毅的话，江毅人傻了。他和校花小佳
不该是情投意合的正常情侣吗？怎么成舔狗了？我们是正常情侣，平常我俩都出双入对的，也没见他和别的男生有太多接触啊。云月摇了摇头，这男的没救了，滤镜太严重了，得给他下点猛药，治治恋爱脑。云月掏出手机给江毅看了论坛里有关宫大校花陈家姿的各种八卦帖子，什么撞见他坐上某位富少的豪车啊，和各种帅哥模特举止暧昧搂搂抱抱啊，甚至还有图有真相。看着照片里这些小家口中的普通朋友和他搂搂抱抱，江毅的心也彻底凉了。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他在自我洗脑，江毅还以为那些人真的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呢。痛，太痛了！亏他还把女友当作末日里的精神寄托，真是瞎了眼。也是自己家境普通，怎么和那些富少比？怪也只能怪自己遇人不淑。但他还是要回基地亲口问问他，为什么既贪图他的温柔，又要和别人暧昧？是不是见得慌？然后还得把沈彤、王海那两个狗杂种宰了。江毅总觉得他和那两人无冤无仇的，忽然袭击他是有别的原因。从今天起，江毅决定只为自己而活，有系统在，只要不死，他迟早成为最强人类。随后云月给了江毅一个证明本心的机会，他要跟江毅回幸存者基地，亲眼见到江毅手刃那两个狗贼。如果江毅不动手，他会代劳把3人都解决掉，替闺蜜报仇，他有那个实力。2人结伴行后，江毅很快发现云月身手不凡，自己有系统傍身，有漆黑大剑砍怪，只要不遇到狮群，1-2只遭遇的丧尸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云月却离谱许多，他似乎觉醒了某种风系异能，仿制枪居然能把地面轰出一个大洞，只是声响过大，很容易引来群尸，所以途中非必要他不会出手，只是让江毅做先锋，反正看他的样子挺轻松的。而江毅也乐得当打手，云月不出手，这些普通丧尸都是他的经验包。江毅的各项属性现在蹭蹭往上涨，云月也不断分析着江毅的战斗力。这个男的好诡异，所有异能者都是在战斗中逐渐力竭，这家伙怎么越打越精神了？体能、速度各方面相比刚出发的时候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江毅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战力，他如今力战那沈彤、王海2个异能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万一有别的变故。还未等他多想，江毅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剑光，他奋力一跃才勉强躲过。谁他妈这么不讲武德啊？趁别人想事情的时候偷袭！站在一片尸骸前的男子手持长剑，怒视着云月身边的江毅。圆圆，你一直拒绝我的追求，原来是和别的男人鬼混在一起了。江毅有点难崩，这年头了，还有比他更极端的恋爱脑，但对方又是2剑刺过来，根本由不得江毅解释2句。对方这压根不是恋爱脑，而是脑残吧？你神经病啊！来人手持长剑，在末日前是江毅身旁云月的追求者。末日最初的那场大雨之后，东方天就觉醒了，见到天赋。在末日最初的几天里，凭借着天赋带来的强劲实力，他很快组建起了一支20多人的幸存者小队。只是昨天突发状况，小队只剩下了实力最强的他，幸免于难。此时东方天正值人生低谷，却遇见了同样在末日下幸存的女神云月，这简直是上天在预示东方天他和云月的缘分匪浅啊！如果云月旁边没有江毅在的话，圆圆，你一直拒绝我的追求，是因为这个男人吗？江毅有些难崩，这东方天一副黑化备胎的做派是想干啥？他和云月可不熟，2人充其量就是临时队友罢了。论实力，目前3个江毅都不是云月的对手啊。而云月很显然正眼都懒得瞧他，这男的他都拒绝多少回了，怎么末日了还能遇见他？虽然不至于咒他变成丧尸，但上来就给自己临时搭档一剑，已经让他反感至极了。东方天，我限你5秒内离开我的视线，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云月就是直来直去的性格，对方再纠缠下去，要是引来群尸包围就麻烦了。东方天一听女神对自己根本不留情面，再结合之前的种种悲惨遭遇，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好，我知道你这种人看不上我东方天，但你别以为我还是末世前那个百依百顺的舔狗，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好了。东方天瞬间出手，他要先宰了与云月苟合的江毅，让云月感受下自己的痛苦。你神经病啊！江毅心中狂骂这个憨憨，不就是被女神拒绝吗？至于这么气急败坏吗？同样是外人眼中的资深舔狗，江毅非常理解东方天的心情，但爱而不得开始犯病，就是东方天的不对了。人家云月又没有做错什么，谈恋爱要情投意合，你这么气急败坏就真输了呀！江毅好言相劝，然而东方天几经挫折已经魔怔，根本不听江毅在说什么，只当是江毅拿下了云月，再跟他炫耀，这狗东西得了便宜还卖乖，他必斩之。江毅稀里糊涂的和东方天过了10几招，2人都感叹对方有2把刷子，自己觉醒以来还未逢此等敌手。很快，异能者互拼的动静引来了更多丧尸围堵，而更恐怖的东西
也在缓缓朝这边靠近。最初东方天在异能方面确实碾压江毅一头，但随着时间推移，江毅的实力却在诡异的逐步增长，不仅没有力竭，反而越战越勇了。东方天从最初的不屑一顾已经变成暗暗心惊，但东方天咧嘴一笑，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见到天赋只是他表露在外的一层伪装，实际上他的天赋是冰冻，只要他能触碰到江毅的肢体，就能瞬间冻结江毅的血液。死吧，狗现充！他出身剑道世家，又觉醒冰冻天赋，理应在这末世之中割据一方，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出师未捷，东方天辛苦组建的小队就在昨天全灭，今天又遇见女神，被再次伤透了心。多重打击之下，东方天彻底疯了。江毅，我是杀戮，只要他隐藏的冰冻天赋发动，就能瞬间冻结江毅的血液，让他暴毙而亡。就在东方天暗自得意之时，一边突生，一只石磨大的拳头轰然砸在他身上，没有防备的东方天被当场砸得稀碎。是昨天团灭东方天小队的进化丧尸。江毅见此进化丧尸，第一反应只有4个字：不可力敌。进化丧尸连连挥舞重拳，奇怪的是，重拳总是在关键时刻被江毅侧身躲过。江毅暗道自己深谋远虑，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这丧尸横行的末世里，人力终有极限，点力量耐力终究无法在尸潮中生存，只有先拉速度值才能保证基本生存。江毅试了试拉扯进化丧尸的同时出招反击，然而锋利无比的漆黑大剑居然也没法造成有效杀伤。无奈之下，江毅只得考虑逃走的事情。可江毅的速度能勉强逃生，那云月怎么办呢？连连失手的进化丧尸也反应了过来，他眼前的人类跟条泥鳅一样滑溜，但另一个呢？进化丧尸骤然出手，而云月虽然大惊，却也没有坐以待毙，掏枪反击。被风系天赋加强的子弹抵消了重拳的大部分冲击力，但强大的后劲依旧把云月打飞出去。云月！江毅大惊，冲上前去，再次吸引了进化丧尸的注意力。江毅瞥了眼系统面板，他还有一线希望战胜这只进化丧尸。他离升到下一级只差一只丧尸而已，只要升到下一级，他可以将升级的天赋点全点力量，应该就能做到杀伤进化丧尸了。江毅的身形四处窜动，他要一边吸引进化丧尸的注意力，一边找最后一只经验怪。然而一道更加绝望的身影挡在了江毅的去路上，是变种进化丧尸。屋漏偏逢连夜雨，江毅已经被逼入绝境，此时他已经被2只进化丧尸盯上，逃不掉了。然而江毅没有面露恐惧，脸上反而浮现出笑意。他经历过女友背叛、队友被刺、万重尸体的觉醒痛苦，江毅的身与心都已变得坚韧不拔。绝境非但不会让他绝望，反而让他的战意比任何时候都高昂。如果末日不给人活路，他死也要见这不讲理的世界一身血。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江毅握紧了漆黑大剑，只要击杀了其中一只丧尸，他就能升级，满血复活。这场豪赌他接受了。儿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我这也未尝非。他行动敏捷，很显然和背后那只笨拙的巨型丧尸走的不是一个进化路子。想到满大街游荡的丧尸都被他清理掉，江毅有预感眼前这个东西会更加棘手。一米一力，自己看样子陷入绝境了呀。眼看生还无望，江毅却坦然地大笑起来。2只智力略微进化的丧尸见此，居然被震慑在原地，没有疯狂逃窜的猎物，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但没关系，玩弄猎物也是他们捕类的一环。江毅不是疯了，而是嘲笑这荒诞的命运，明明给了他生路，却又没完全给。但没关系，生路他可以自己搏回来。心念至此，江毅突然动了，他要先试试这只敏捷的进化丧尸究竟有多快。果然江毅一动，巨型丧尸没反应过来，但敏捷丧尸已经后发先至了。好快！江毅心中一惊，但心头也涌现一阵狂喜。虽然快，但他完全能跟上。敏捷丧尸连连挥舞利爪，然而都被江毅在关键时刻防住了。力量也一般，不比普通丧尸强多少。敏捷丧尸的手掌在僵持中被大剑割破，吃痛的他一沾即走，但还是挡在江毅的面前，压迫他的走位空间。他知道自己很难杀死江毅，但他不是一个人，哦不对，一个是。一阵劲风拂过江毅的后脑，这可是一巴掌就能把东方天拍成肉泥的力量，他绝不会与之正面硬抗。双拳难敌四手，在巨型丧尸的拍击和敏捷丧尸的频繁骚扰下，江毅很快遍体鳞伤。进化丧尸的恐怖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和普通丧尸小说里的进化丧尸不同。普通丧尸小说里，同等级的丧尸会竞争地盘，也会为了竞争猎物大打出手，显得智力不足。而这2个进化丧尸却懂得合作狩猎，他们分得清谁是自己人，而谁是该优先处理的猎物。江毅也不是铁人，先前和云月结伴而行，就是他主动杀丧尸开路，如今又和2只进化丧尸久战不下，他已经缓缓脱离全胜姿态了。
末世之中觉醒了系统，算是老天给他开的一扇天窗，可连连的死局却又像老天讪笑着关上了他的生门。丧尸都会联合狩猎，不讲理呀，老天爷！江毅不知道是在怨恨谁，但很快心下一决，他说了死也要见不讲理的末世一身血。他说到做到。敏捷丧尸对江毅的状态了如指掌，这个人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些强壮的猎物临死前都会像他一样，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了，这个人类该拼命了。果不其然，江毅一时间爆发出200%的速度，乍一看把敏捷丧尸的速度都碾压了。漆黑大剑割开敏捷丧尸的手臂，戳向大脑。敏捷丧尸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但他没有痛觉，以伤换伤，先倒下的只会是这个人类。他连出几掌想推开江毅，恐怖的巨力打碎了江毅的五脏六腑，剧痛让他浑身止不住的痉挛。但江毅却依旧没有松手。他叫江毅，他要和你玩命了。意识到这个人类悍不畏死，明明不该有恐惧情绪的敏捷丧尸居然都浮现出错愕的表情。但无论他怎么阻止，漆黑大剑离他的脑袋都越来越近了。他用上了四肢，使尽浑身解数都无法挣脱江毅的钳制。此刻时间都仿佛放慢了好几倍，只差一只的思绪填满了江毅的大脑。他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大剑之上。死吧，狗东西！感受到大剑刺穿了敏捷丧尸的头颅，一道系统提示音也随即响起。恭喜宿主提升至13级，请分配属性点。全点力量！江毅之前为了拉满生存能力，升级的属性点大部分点了敏捷，如今为了能破防巨型丧尸，这次升级的进化点数他全点了力量。加点的同时，一股暖流在江毅的四肢百骸扩散开来，粉碎的气脏和疲惫的精神在几个呼吸间完全恢复。江毅果然没赌错，升级确实能恢复自己的状态。江毅不由得想到如何活用这一系统机制。如果未来还能卡等级迎战强敌，在作战途中突然升级恢复状态，那他相当于拥有了2条命。感受着比先前更加强盛的躯体，江毅回头看向巨型丧尸，而巨型丧尸也露出人性化的神态。他居然在犹豫要不要上，这是个很恐怖的信号。进化出智力后，他们不再是漫无目的游荡的怪物了，而更像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照这么进化下去，他们会拥有和人类同等的智力水平吗？人类的生存环境会因此而更加恶劣吗？巨型丧尸没有再靠近江毅，只是死死地盯着江毅的漆黑大剑，随后缓步离开了。这居然真的不打了！江毅头皮发麻。巨型丧尸知道自己狩猎不了江毅，居然放弃了猎物。巨型丧尸打晕了云月，但江毅没有为了报仇头铁追击。他不确定自己现在的力量值能否破防巨型丧尸，也不敢在陌生的环境待太久。万一还有别的进化丧尸再次蛰伏，他必死无疑。末世之中切记不能逞强，他还没有强大到一剑就砍死巨型丧尸，2只敏捷丧尸联手就能轻易要了他的命。能1对1单挑赢过1只敏捷丧尸已经是万幸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去查看云月的安危，然后再寻找一个临时避难所度过今晚。天已经要黑了。随后江毅原路返回找了动弹不得的云月。巨型丧尸那一拳虽然没打结实，但他也伤得不轻，内脏一定程度遭受了冲撞，用来阻挡冲击的双手也都脱臼骨折了。要不是运气好没有丧尸游荡过来，他躺在地上早就成了自助餐。江毅感叹异能者的体质果然强悍，他吃了那1巴掌都难保能活命，云月在实力上却是要强过他呀。云月审视地望着江毅，他知道自己这副模样有多窘迫，就算江毅要做什么他也无力反抗。只见江毅缓缓地将手伸向裤兜，一边兴奋地说道：来来来，云月，我给你看个宝贝。流氓，你要做什么？云月还以为江毅终于原形毕露，认命一般闭上了双眼。回头看自己安然无恙，觉得是江毅救了自己。原来江毅和那些肮脏的家伙是一丘之貉。云月紧闭双眼半天了，却不见江毅有什么动静。等他缓缓睁开眼睛，却难以置信自己看到的东西。这是什么液体？还这么大量，难不成是给我喝的？江毅拥有一项隐藏的能力，一直没有暴露。他的无限战斗升级系统不仅斩杀丧尸能无限升级，丧尸死亡的同时还能提取其体内的能量，转化为营养液收入系统背包中。如今他的系统空间里已经堆了100瓶营养液，这玩意喝下去不仅能提供1天的水分和营养，一次性饮用完还能加快伤势和精神力的恢复，属于是末世之中居家旅行刷怪升级的必备续航道具。也正是有这个系统出品的回复道具，江毅才能一路以来遇强则强。只是如今云月伤势太重，为了让他尽快恢复行动力，他不得不暴露能力了。毕竟这种能力一旦被他人知晓，必将在幸存者阵营掀起轩然大波。然而云月的表情和语言却告诉江毅，他想歪了。江毅说给他看个宝贝是真的宝贝啊，末世中的顶级续航道具不是宝贝吗？你搞黄色，你别给我逮住了，妹妹。云月小脸一红，但没再抗拒江毅将水喂给他。听话，
要全喝完才有效果。江毅足足掏出2瓶营养液喂给了云月，而几天未进食的云月惊奇地发现，身体的伤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结痂，连饥饿疲惫的感觉也大幅度得到了缓解，而且是在短短几分钟内见效。云月感觉江毅身上的谜团越来越多了，江毅是怎么从进化丧尸手中救下他的？为何一路走来他不仅不会力竭，反而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这种道具又是怎么来的？而江毅也没有藏着掖着，既然他选择做好人救下云月，就没准备隐瞒能力。这是我觉醒的异能，杀丧尸能强化身体素质，还能获得这种营养液续航。江毅润色了系统存在的部分，只告诉云月这是他的异能。云月睁大了眼睛，还有这么神奇的异能？意识到这种异能的特殊性，云月也发誓自己绝不会和其他人透露江毅的异能。江毅看了看天色，应该要入夜了，他们要在夜晚丧尸活跃起来之前找到临时避难所。而江毅赶来照看云月的途中，就物色好了地方。那条商店街丧尸稀少，紧闭店门的商场极多，他们随便找一家大门结实的店待一晚就是了。然而让江毅和云月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会在这里遇到意想不到的家伙。沈彤、王海，真是老天开眼，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就让你俩看看，背叛我究竟是什么下场。江毅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仇人，这沈彤与王海正是之前坑害他的2个混蛋，而他也在绝境之中吞下尸核，绑定系统，觉醒了无限战斗升级系统。但江毅可不会感谢2人给自己绝处逢生的机会，恰恰相反，他活下去的执念之一就是让这2个杂种付出代价。只是没想到报仇的机会给得这么突然。他非常清楚沈彤和王海的异能与配合手段。这沈彤是力量强化型天赋，惯用武器为长棍类型，而王海是防御强化型天赋，惯用武器是一把大刀。这2人虽然觉醒的天赋十分普通，但攻防配合却无比默契。一般7、8个陌生的觉醒者联手才能战胜一只进化丧尸，而他2人的默契配合便能抹平4、5个单打独斗异能者的差距。江毅示意云月躲在暗处，他有伤在身，且不清楚这2个狗贼的配合手段，报仇的事情他自己能处理。江毅能走到这里，靠的也是云月当初给了他证明自己的机会，现在是时候兑现诺言了。江毅刻意的脚步声很快引起了2人的注意。我操，怎么会是他？妈的，大半夜的，我见鬼了！在沈彤和王海的认知中，被他俩敲晕在尸群里的江毅，早应该渣都不剩了才对。你到底是人是鬼？江毅讽刺一笑：你们给高伟当狗，连脑子也退化成狗脑子了吗？你爷爷当然是活人了。沈彤和王海被骂一通，当即恼怒了。好啊，你居然活下来！兔崽子命大活下来了，还敢过来找死？他俩大半夜还没回基地，就是因为没带回江毅死掉的证据，才被老大高伟惩罚，必须搜集足够的物资才准回基地。正好，我俩也想要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就拿你的人头回去交差好了。江毅眉头一皱，拿他的人头交差，他可不记得自己在沙雕大学得罪过什么人。我之前得罪过你们俩吗？为何对我恶意这么大？直性子的沈彤刚想说什么，王海先一步打断了他。跟个死人费鸡毛啊！想知道得罪了谁，去问阎王爷。王海不算强壮的身躯拎起大刀斩来，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迅雷一击，但在如今的江毅眼里却慢得跟乌龟一样。懂不懂12级前全点敏捷的含金量？王海刚抬手，江毅眨眼间就出现在他背后。江毅连漆黑大剑都用不上，光凭体术就能碾压王海。然而力量型的沈彤却比防御型的王海反应快出许多。他知道江毅敢露面一定是有所倚仗，却没想到几天前还是个普通人的江毅，如今变得跟闪电侠一样。王海胡乱挥出几棍，打乱了江毅的进攻节奏，而江毅也识时务般退走。他就是在戏耍2个傻子，用行动告诉2人，挣扎是徒劳的。妈的，这兔崽子也成了异能者了，真他娘的走狗屎运！王海推测江毅是速度型异能者，可他根本没见过哪个速度异能者能这么快。被江毅一人碾压的沈彤知道大事不妙，赶忙想办法牵制住江毅。江毅，你不是想知道是谁指使我俩弄死你吗？正准备给2人下马威的江毅怔了一下。是谁？江毅暗暗一笑，他也想到个终极侮辱的法子对付2人。告诉我是谁的话，我可以考虑像当初你们敲晕我一样，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沈彤、王海脸色一僵，这江毅是什么萧炎行为，地都被你装完了，但他俩技不如人，只能忍气吞声。可以告诉你也没什么损失。沈彤早就憋不住，想看看江毅知道真相的表情了。他就是趁现在，王海，你们找死！江毅知道这2个卑鄙小人没安好心，还好他早有防备，他的速度远快于2人，哪怕王海突然偷袭，依旧被江毅的反应速度碾压。防御异能的他居然被江毅踹翻在地，而想要帮忙的沈彤前脚刚抬起，江毅后脚就出现在他身前，一道银光闪过，沈彤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声。
江毅飞起一脚把沈彤踹晕过去，断臂洒出的鲜血溅了王海一身，一股绝望的情绪在他心中蔓延。完了，这小子真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死之前，王海决定杀不了江毅的人，也要诛他的心。江毅，我告诉你幕后主使是谁，你能放我们俩一条生路吗？江毅嘲讽一笑，当然，刚刚说放你们一马，我说到做到，让你们就这么死，太便宜你们了。这末世里，死亡才是解脱。江毅要让两人生不如死的活着，就算是死，江毅也要让他们在最绝望的处境中毙命。好，你先松开沈彤，我这就告诉你。王海看着江毅缓缓挪开脚步，以江毅的力量一脚踩下去，沈彤必死无疑。有屁快放！王海思索了一番，说道：说实在的，当初你个普通人，我和沈彤根本犯不着针对你。你哪天出业务消失了，都没人在乎。可惜我们老大看上了你对象陈家之。江毅一惊，果然是这样，是高伟让你们杀人灭口的。江毅的拳头紧了紧，高伟那种斯文败类确实擅长用这种手段。不是我们老大，说起来，我们老大只是想要陈家之那个小妞而已。王海有些讽刺地说道。可是你对象执意要名正言顺的和我们老大在一起，你一天不死，他就不会同意我们老大的追求。想要你消失的不是我们老大，而是你那个绿茶婊女友陈家之。王海嘲弄地看着江毅，想看看他什么反应。而江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瞳孔地震。女友陈家之可谓是江毅觉醒前在这末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没想到自己一片痴情，居然迟迟没看破这贱人的画皮。想要我的命，好啊，陈家之。江毅基本上已经相信了，如果王海说的话是为了刺激的，那云月的佐证，那些不加掩饰的出轨照片，就是对陈家之内在人品的实锤。种种结合在一起，江毅已经认定陈家之为了在末世活得滋润，甘愿投入高伟的怀抱而陷害他了。我江毅从始至终没有亏待过你，奈何一片痴心为了狗啊！江毅彻底死心了，随即心底也涌现出一股决然的怒火。我放你们一马，下次见面就是你俩的死期，滚吧！江毅回过身背对二人，王海搀扶着沈彤逃离瘟神一般离开现场。江毅真的要放过他们吗？我说过，下次见面就是你俩的死期，你们好啊！江毅回头，眨眼间追上二人。刚走出2步的沈彤与王海一下子回过味来，好啊，江毅这个狗娘养的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江毅，你个不守信义的狗东西！可笑，尸体在说话。信用是和活人讲的，他们俩在江毅眼中从始至终都是2具尸体。2声枪响后，沈彤与王海同时倒地，被枪击打碎腿骨的二人看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缓缓上前。你们2个畜生，凌辱女孩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随后的半小时，枪声频放，二人的惨叫逐渐由尖锐变为沉寂。到最后，2具尸体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云月收起武器，这2个畜生死不足惜。如今他和江毅的误会解除了，自己也亲手为闺蜜报了仇，而江毅则要返回幸存者基地，也就是沙雕大学。陈家之、高伟，你们给我等着！他叫高伟，是这幸存者基地领头的几个化石人之一，手下掌握着10来个战斗异能者和几十号小弟。然而末世之后呼风唤雨的他，最近不知为何总有些惴惴不安。沈彤、王海，你们2个混球在外边搞什么呢？他最忠心的2个马仔已经消失了2天，没有任何音讯。沈彤和王海在末日灾变前就是他的小弟，灾变后即使二人的异能并不出彩，也成为他最信任的下属。可他俩办事不力，仅仅因为自身的恶趣味，就把打晕的江毅留在狮群里，却没有带回来江毅已经死亡的证据。而他心心念念的校花陈家姿害怕江毅还活着，会在基地里背上抛弃男友的污名，因此也迟迟不肯答应高伟的追求。这让高伟心中一阵烦躁。这女人打太极是真有一手，陈家姿的水系魔法能给基地提供稳定的水源。如果他用强硬手段对待陈家姿，转投其他几个化石人，一定会排除异己，把他踢出基地。他末日以来的所有努力就付之东流了。江毅啊江毅，你就不能老老实实死一死？高伟掏出一颗尸核，像施舍给乞丐一般丢在男人的脚边。吞下去，这是你能活命的唯一机会。这是少数异能者才知道的秘密。尸核可以让没有丧尸化的普通人进化出异能，但进化的概率微乎其微，10个吞吃尸核的人里，可能1个都很难存活下来。那种痛苦绝对超越了直接死亡。这末世本就充斥着丑恶与绝望，或许在这种地狱里活着还不如死去。高伟要看着这个男的经历万重尸体的痛苦后死去，但男人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很好，有点骨气。高伟眼前的男人叫晴斗，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也是拜陈家姿的软磨硬泡所赐。晴斗就是那个在论坛里揭穿陈家姿绿茶的人，他末世前也是身世显赫的富二代。一开始被陈家姿精致的画皮所蒙蔽，展开疯狂追求，后来得到贵人的提醒，知道了一些陈家姿圈内公交车的美名。随后他在大学论坛发布了校花陈家姿买票就能上车的证据，也因此被陈家姿记恨到末世。
晴斗放弃了和江毅争夺接盘侠的名额后，本来还挺可怜江毅那小子的，谁曾想突然爆发末世，已有的文明秩序在异能者出现后崩塌了。异能者就是未来的末世霸主，而晴斗这些普通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很快，万重尸体的痛苦散布晴斗全身，他的身体在剧痛中一阵抽搐，可顽强的自尊让他在高伟面前一声惨叫都不愿发出。可高伟却重重一脚踩在他身上。什么档次？敢和老子喜欢同一个女人？高伟很享受将曾经的富二代踩在脚下的快感。末日来临后，他过的每一天都像神仙过的日子。老大，老大，不好了！小弟毛毛躁躁地跑了进来。高伟神情不悦，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晴斗，小弟显得有些惧怕。高伟的手腕是出了名的强硬。老大，沈彤和王海有消息了。哦，他俩回来了。高伟紧皱的眉头舒展了。那两个兔崽子怎么出去那么久？没有老大，是有人带他俩的消息回来了，他指明要见你。哟，行啊，要见老子，把他带到这儿来，给高伟一个重来的机会，他绝对不会想见到这个人。老子从地府回来，索你的命了，高伟！江毅，怎么他妈是你？老子从地府回来，索你的命了，高伟！江毅，你居然没死！江毅的突然出现无疑让高伟心头一惊，但很快想到江毅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他那股身为异能者的优越感又占领了智商的高地。江毅，你这话从何说起？什么叫索我的命？你就是这么跟领导说话的？高伟装出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江毅充其量就是他基地里一个搜集物资的杂兵，要不是他有陈家资男友的身份，常常被其他基地话事人关照，江毅就算人间蒸发也没有人在意。少跟我扯犊子，高伟，沈彤和王海已经把你和陈家资的勾当全告诉我了。一提到沈彤与王海，高伟的表情就变了，他一脚踢开晴斗，和江毅拉近距离。他们两个怎么了？你们三个是我安排组队的，他们没回来，你的责任可就大了。江毅一看他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就恶心，不过这家伙的异能却是诡异又强大，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他。只是高伟仗着强大的实力，居然对江毅毫无防备，也是一个普通人想伤害异能者，简直是痴人说梦。江毅丝毫不虚，也一步步靠近高伟。不赶紧逃跑，而是靠近我，胆子不小啊，江毅。不靠近你，怎么把你做的亲妈都不认识？勇气可嘉，那就再靠近一些吧。高伟眉头一皱，真是怪事，江毅才几天不见，怎么性格大变了？以前他都尽量保持低调，不在语言上冒犯其他异能者的。但纳闷归纳闷，就算江毅知道是高伟在算计，他有那个能力报复吗？我不知道沈彤和王海跟你说了什么，但你必须交代清楚他俩的下落，不然……高伟动用了异能，无形的力量碾压在江毅身上。能力越大，可以推卸的责任就越大。高伟最享受那种欺凌弱小的快乐。可很快高伟就发现，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江毅，你怎么还能站？江毅的脊背嘎吱作响，他似乎理解了高伟的这部分能力。他的异能不知道是重力还是念力，总之他能隔空释放压力，这种压力能作用于任何东西，甚至能把一扇门压扁成一根铁棍子。但很显然，这股异能对江毅没起什么作用。江毅一步步靠近高伟，而高伟的表情也从镇定逐渐转变为震动。该死，这臭小子不对劲，他免疫我的异能，为什么？江毅，你不受我的异能控制。我说过，高伟，我是来索你的命的，在那之前也不介意先揍你。好快，这远远超过了他的反应速度。高伟亡魂大冒，本能的将异能填充自己四周的空间，江毅的铁拳也瞬息而至，穿透了层层异能防护，一拳就把高伟打得吐血。江毅扭了扭胀痛的拳头，这高伟无愧为基地最顶尖的异能者之一，他来基地前猛杀丧尸升级，也给力量值加了不少点，就是为了对付高伟未知的能力。没想到全力一击居然只让他吐了口血而已。而高伟的异能也并非没起作用，只是江毅的身体素质太离谱了，高伟的异能对他造不成什么影响而已。跪倒在地的高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我的异能对他无效？他不是个低贱的普通人，不对，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你也是异能者。江毅嘲弄一笑，他可不是什么异能者。我是你爹。经常杀人的朋友们都知道，杀人容易抛尸难，但这里是末世，江毅不仅不用担心抛尸问题，而且他进屋之前已经把高伟的异能者小弟全都收拾了，当然只是让他们丧失战斗力而已。而高伟现在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高伟，1周后的头七，我一定来你的坟头蹦迪。高伟郁闷至极，他的异能对江毅无效也就罢了，怎么这么久也不见小弟们进来帮忙？难道说还想着会有小弟进来帮忙吗？我是怎么一个人进来的？你心里多少应该猜到了。高伟浑身一震，
你把他们全杀了。他辛辛苦苦积累的异能者资源就这么毁于一旦了。但想到自己拼尽全力也可能不是江毅的对手，高伟决定先认错服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江毅，我们俩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我可以解释。高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承认我看上了你的对象，但我根本没想过要杀你，全是陈家资那个贱人想要你消失。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抓他来对质。高伟姿态放得极低，就差给江毅舔鞋了。别相信他，江毅，这狗娘养的想杀你很久了，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情斗刚吞下尸核，正承受着身体进化的剧毒，有着向高伟复仇的执念在支撑情斗，他早就昏死过去，尸化别意了。江毅凑近情斗，他记得这个富二代，这人还怪好的，特地提醒过他不要在陈家资身上浪费时间。可惜热恋期的江毅纯当情斗是挑拨他和家资的感情，没有当回事。见情斗快要承受不住进化的痛苦，为了避免情斗石化，江毅掏出一瓶营养液给他喂了下去，算是还他一点人情。江毅，我和情斗的恩怨应该和这件事情无关吧？要杀你的事情，我确实指派了沈彤和王海去做，但你这不也没死吗？沈彤和王海并没有对你下死手吧？高伟耍了小聪明，想把责任分担给其他人，殊不知每个妄图陷害江毅的人，他都不会放过。而且你我在这里动手，一定会危害到整个基地的安全。你我这种异能者不怕在末世活不下去，但普通人却需要异能者的庇护。你难道要拖所有人下水吗？高伟属于是把歪理和道德绑架玩明白了。江毅想了想，整个基地几百号人，像高伟这种仅顾自己快活的人渣只占少数，大部分异能者和普通人还保留着末世前的淳朴，真心想一起在末世中打造出和谐家园的。想到这里，江毅也心软了。行，就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了。高伟听完顿时一喜，好，江哥，以后您说往东，我绝不往西；您说要杀人放火，我绝对第一个上。高伟能在末世后混得风生水起，主打的就是有灵活的做人底线。他在心里暗暗盘算，只要再吸收一些尸核，等异能进阶之后，他要让江毅也尝尝被羞辱的滋味。很好，小道，你有这种思想觉悟，我很欣慰。江毅咧嘴一笑，既然如此，我借你一样东西用用。这说的哪里话？江哥，你跟我还谈什么借？你要什么，我直接送你。高伟暗中冷笑，你现在欠我的，以后我定会加倍讨回来。那就借你的头用吧。江毅，你……高伟大惊，连忙将异能填充四周的空间，生怕江毅一拳把他打爆了。哦，是你说送我都行的，这么小气。江毅轻轻地唤出漆黑大剑。既然是你不懂事，那就怪不得我了。江毅，你欺人太甚，老子跟你拼了！可笑，你也算人？你太卑鄙了！高伟没想到自己就差给江毅舔鞋了，江毅还是不肯放过自己。江毅，老子跟你拼了！既然他非要赶尽杀绝，那咱们两个都别想活着。盛怒之下，高伟终于展现出高阶异能者的实力，整栋建筑都在异能的作用下微微颤抖，这也吸引了所有基地其他成员的注意力。这股异能绝对是高伟释放的，他在干什么？空气中无数细小的尘埃被高伟凝聚成一把把锐利的武器，这是什么手段？江毅一脸感兴趣的样子。他至今为止只见过两位特殊异能者，一个是觉醒水系异能的前女友陈家资，说是水系异能，也只是能流出可供人类饮用的水资源罢了。其次则是拥有轻微风系异能加持的云月，实际效果也只是强化仿制弹药的威力而已。然而像高伟这种科幻小说中出品的异能，压缩空气尘埃凝聚成武器，他还是第一次见。高伟和江毅瞬间拉开距离，他充分体会到二者的身体素质差距，和对方近身作战无异于送死。高伟不是不想用念动力把江毅挤成肉酱，可有前车之鉴，他的异能似乎对江毅不起作用。无奈之下，他只得尽量和江毅保持距离，巧用念动力凝聚实体利刃来远距离攻击江毅。高伟一挥手，数把念力操控的实体利刃便飞射向江毅。然而江毅的身形敏捷，甚至能护住情斗不被利刃所伤。这异能帅归帅，但实际就比异能者投掷飞刀强点，不足为惧。高伟瞳孔地震，念动力压缩空气，再次向江毅砸去。然而在漆黑大剑一道剑光闪过，不仅念动力失效，高伟也挂了彩。受伤后的高伟回过味来了，这江毅一直被动反击，就是故意给机会想看他垂死挣扎，他在藐视自己。高伟的脸色愈发阴沉，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脱身之计。末世突然来临，老天给了他在末世中崛起的超强异能，他就是天选之子，怎么能死在江毅这种无名小卒手里？只见高伟深吸一口气，运转起念动力，对着虚空喊道。江毅也稍微认真了一点，这高伟是要放什么大招了吗？有歹徒入侵基地，大肆伤人，犯人叫江毅，是陈家资的男朋友。江毅傻了，看样子是他过分谨慎了，高伟这是在摇人呢，他故意弄出大动静，就是想让整个基地都察觉到一样。
只要能坚持到基地里的其他化石人赶来，他就还有一线生机。打不过就摇人是吧？你的脑子倒是没白长。江毅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高伟在打什么算盘，他一清二楚。但是你能活到他们赶来的时候吗？江毅顿了，高伟浑身的汗毛炸开，危险的感觉如同针刺般扎得他皮肤作痛。他已经将四周的空气压缩到不能再压缩了，就是为了尽可能阻挡江毅的攻击。然而江毅的大剑还是以他无法理解的力量破开了异能防御，狠狠将他战飞。不，别杀我，我很有用，我可以给你当狗，求求你别杀我。喜欢当狗？我送你去投胎，不是体验感更佳吗？就在江毅要落下屠刀之时，江毅，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是女友陈佳姿，她一听江毅在为非作歹，立马化身白莲花赶到现场指责起江毅。来得好啊，陈佳姿，我找你很久。只要江毅没有道德，就不会被道德绑架。老子送你们这对狗男女一起下地狱！陈佳姿还以为眼前的男人是曾经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舔狗。江毅，谁让你在基地里动手伤人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陈佳姿在他俩的情侣关系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没有其他人的场合里，陈佳姿对江毅的态度一向不好。陈佳姿，你不向着我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帮高伟，这个杂种说话吗？江毅看陈佳姿还在装白莲花人设，心中对陈佳姿的反感更深了。你在说什么？我只看到了你在霸凌校友，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陈佳姿满脸失望，当着吃瓜群众的面充分施展演技。是啊，原以为你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没想到成了异能者之后，本性败坏成这样。高伟顺着陈佳姿的话茬贼喊多嘴。我只派沈通、王海和你一个小队，现在你是安全回来了，但是他俩又去哪了呢？围观群众对江毅的敌意逐渐强烈，门外10几个昏倒的高位小队成员历历在目，再结合江毅此时的状态，很难不让人产生一些恶劣的联想。我江毅自认为对基地的任何人都不错，你们为之全貌建议不要轻易战略。江毅简单展现了一下现在的武力值，他出招快到在场的速度异能者都反应不过来。我可以轻易把你们任何人留下，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我和这两个败类的恩怨，与你们无关。围观群众一阵迟疑，不确定江毅和两人是什么矛盾，先看看再说。陈佳姿寻机和高伟对视一眼，他也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先解释一下沈彤和王海的问题，他们已经死了，我杀的。人群突然安静了，等待着江毅的后文。高伟想偷偷做掉我，和陈佳姿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于是把我安排进了沈彤、王海小队。江毅苦涩一笑，只是我关键时刻觉醒了异能，后来才找机会把那两个杂碎清理。这次回来也是为了报仇，不仅是为了向高伟复仇。江毅看向陈佳姿，也是为了揭开这个圣母婊的丑陋嘴脸。人群炸开了锅。这段时间陈佳姿在基地内可谓是魅力无限的香饽饽，大家每天饮用的水资源可都出自于陈佳姿的水系异能。君子论迹不论心，光是受过陈佳姿的恩惠，他们都不愿意相信陈佳姿有丑陋的一面。高伟对我起杀心，其目的是维护这个圣母婊的面子。为了名正言顺的和他在一起，圣母婊主动提出先做掉我，才能和高伟在一起。他害怕背上抛弃男友的骂名。陈佳姿的脸色逐渐难看，他知道有人开始怀疑他了。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你现在实力强了，说什么都有理。高伟愤愤地说道，你之前区区一个普通人，我要真想杀你，你还有机会活着回来报仇吗？人群再次被高伟的说辞煽动，大家只愿相信自己相信的。陈佳姿的水系异能对基地来说至关重要，陈佳姿绝对不能死。无论如何，江毅，你现在人一点事情没有，沈彤和王海也被你杀了。一位理中客不要脸地说道，高伟和陈佳姿对基地的安定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请你大度很难，但能为其他普通人考虑一下吗？考虑？大度？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像你这种维护恶人的狗东西，比恶人更可恶。老子现在就宰了你，麻烦你也大度大度。江毅对在场这群吃瓜群众的异能了若指掌。这个李刚乃是铁质化天赋，铁质化后的身体不仅刀枪不入，连力量也呈指数级增长。寻常进化丧尸的抓挠，连他的皮都破不了。仰仗这样一副铜皮铁骨，李刚已经习惯对到来的攻击不闪不避了。然而让他瞳孔地震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自己的视角离地面越来越近，脑袋磕在地板上居然都感觉不到疼痛。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围观众人的沉默震耳欲聋，一具无头尸体缓缓地栽倒下去了。原来我已经死了吗？身负强大异能，本该在末世中有一番作为的李中客，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杀鸡儆猴了。比恶人更恶的是替他帮腔的好人。江毅微微一笑，这放在众人眼里仿佛阎王在微笑。江毅，在场唯一的速度异能者林敏怒喝一声，他小巧的双笔无声在江毅脖颈间划过，似乎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江毅，你已经死了，
林敏仔细一回头，李刚要不是大意，也不会让你得手，但遇到同为速度异能动，算你倒霉了。林敏轻蔑一笑，等了几秒后，却愕然地发现江毅还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凭你也想复刻哥的精彩操作？江毅把玩着林敏的2把匕首，随手一扔。林敏甚至不知道武器是什么时候被夺走的，他浑身的汗毛炸开，下一秒就夺门而逃，抛下在场的所有异能者逃去。没关系，他其实也没发现他已经死了。剩余几人的脸色瞬间一寒，比吃了奥利给还难受。夺门而逃的林敏按耐不住劫后余生的狂喜，他兴奋地大叫，然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很快，一股屈辱感充斥了他临终的大脑。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居然跟不上脑袋的移动。可恶！什么时候？林敏的血洒了基地大厅满地，身首异处的尸体一时间把想看热闹的群众吓愣在原地。末日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个人的安危，而江毅的存在碰巧打破了基地长久凝聚的安全感，也让一些其他东西有了可乘之机。他们都是被高伟的念动力异能吸引而来。来了，他们来了。江毅，你这样做就是在和我们所有人为敌，大家生存的保障就建立在这2个人身上。是啊，你不知道，前2天高伟他爸还派遣直升机给咱们送物资呢。就是啊，江毅，不然你以为你仅凭那点搜刮来的物资是怎么活到今天的？高伟真的不能死啊！江毅，他爸是大人物，咱们惹不起啊！江毅的铁腕震慑住众人，存活的2人知道和江毅讲武力是行不通的。为了所有人都能在末世中苟活下去，他俩只好把基地存续的真相吐露出来。你们的要求就只有活下去这么简单，对吧？江毅想到办法了。这2个败类现在是没有和你们翻脸，万一他俩以后拿着食物和水源要挟你们，你们是不是宁可当奴隶，也要从他手里获取物资呢？想想高伟是怎么对我的，你们觉得他真是什么好人吗？不过是你们还有利用价值罢了。2人脸色一沉，很显然他们都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人会戳破这层窗户纸，因为大家都害怕高伟放弃了底线后真的会做那种事。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小说宇宙中这些都成真了。你们害怕高伟背后的人，可我不害怕，到时候要报复尽管报我的名字吧，如果他能找得到的话。废话说太多了，该料理你了。高伟瞳孔地震，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苟命之策。江毅，我爸是高氏财团的老大，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啊！对不起，我道歉，刚刚有点大声了。你放我，下一批直升机的物资全归你。哦，对了，还有陈家资那个贱人，都是他勾引我，鬼迷心窍，都是我不对。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逼逼赖赖，活了4、5级了，也该消停了吧？江毅，我真的不想和你为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阿伟已经死了，你挑的吗，偶像？看到这一幕的陈家资瑟瑟发抖，他那些想辩驳的话全都说不出口了。陈家资，你知道我不会放过你，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你。你问吧。不知为何，陈家资在江毅的眼前强行冷静下来了。江毅见状，反而高看了他2眼。我自认为我是真心对待你，可你为什么要只是高伟，杀我灭口？名正言顺的和别人在一起，对你而言就那么重要吗？陈家资沉默了半晌，而江毅也突然间对这个认识了4、5年的女友感到无比陌生。江毅，你知道我有多嫉妒你吗？啊！江毅没想到陈家资会说这样的话。我们相恋不到2年，而更往前的我，你根本一无所知，对吧？陈家资在江毅面前展露了他最丑恶的一面。我嫉妒你，嫉妒你的才华和外貌相匹配，而我呢，却要因为同为校花和校草而拿来和你做对比。我拼尽全力也学不过你，成绩只能算中等。可那些流言蜚语永远在贬低我，说我除了老天赏饭吃的相貌外一无是处。于是我想尽了办法，终于接近了你，想把你也拉到这被舆论裹挟的深渊中。可更让我痛恨的是，我的成绩反而被你提高了，甚至考上了这所我梦寐以求的大学。但这还不够，我知道你能去条件更好的顶级学府，但我就是要拉你下水，而你果然和我一样填报了这所院校。你知道吗，江毅，得知消息的那天是我人生中笑得最开心的一天。看着眼前这个面容扭曲的女人，江毅根本想不到抛开滤镜后，他曾心爱的女友居然是这样一副面孔。就因为这种小事，江毅手中的大剑握得更紧了。就因为这种小事，你就要杀我？小事？陈家资笑得合不拢嘴。是啊，对你而言确实是上不得台面的小事，但我高中被诋毁3年的痛苦是实打实的。你的脸，你的声音，你的一切都让我无比憎恨。为了从里到外的摧毁你，我不仅要和你在一起，还要狠狠地羞辱你。你知道我不让你碰的同时，1个月内会约多少个男人去酒店吗？我1个月赚的钱，你打1辈子工都赚不到，哈哈哈哈哈！江毅知道，有些人心是在末日的考验下逐渐变质，但有的人渣，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是天生的坏种。农夫与蛇，吕洞宾与狗，江毅与陈家资。我明白了，陈家资，
你的公主病我这辈子是治不好了。江毅已经恢复了平静，他的心已经彻底死了，眼前这个女人的安危与他再无干系。陈家姿看到江毅听完，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凭什么？他不该狗急跳墙，抱起杀了他吗？为什么？江毅，你不生气吗？你不想杀了我吗？我为什么要生气？我又没有损失什么。他真的以为他能诛江毅的心吗？你糟蹋自己的身体，物质自己的精神，就为了变成小丑，给我演这么一出好戏，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江毅哈哈大笑，你算什么东西？还想诛我的心？与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江毅咧嘴一笑，我还得感谢你不让我碰，要是得了什么病，我后悔都来不及了。谢谢你。陈家姿的情绪逐渐失控，他恨不得把江毅大卸八块。他妈的，江毅，老娘跟你拼了！跳梁小丑，我可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死了。江毅随手一掌将陈家姿拍翻。你们两个现在知道这里是什么东西了？二人的沉默震耳欲聋。作为基地的话事人，他们在人格上唾弃这个人渣，但碍于陈家姿的水系异能，又是整个基地赖以生存的水源，他俩又不能不顾全大局放他一马。他每天能产出多少水源供给基地？江毅没来由地问了这么一句。大概是250手。很好。江毅冷冷一笑，这笑容让狗急跳墙的陈家姿都汗毛竖起。从今天开始，每天1吨饮用水的供给。这个要求直接把陈家姿脸都听裂。这根本做不到。哪怕把陈家姿榨干，都做不到每天1吨水。你还是日子过得太舒坦了。我看你之前每天工作6小时就结束了。江毅露出了让两个话事人都不寒而栗的笑容。完不成任务的话，我想2位话事人也会想办法帮你完成的。江毅露出了少儿不宜的微笑。江毅，你灭绝人性，你禽兽！不，不利于团结的话可不能乱说。陈家姿，从今天起，你每天只要工作24个小时就能结束了，还不开心？你不当帕鲁，难道让其他人当吗？你这这么自私！他们来了。那个江毅把高伟杀了，咱们几个管事的连个屁都不敢放。是啊，最近大家的伙食越来越差，你说是不是那个叫江毅的把咱们物资都克扣了？自从江毅大闹幸存者基地已经过去了2天，除了死了几个高等异能者外，基地似乎和往日一样平静。然而普通幸存者们不知道，高伟的死也让基地没有了他父亲空投物资的支持，没过几天，基地便开始了肉眼可见的物资匮乏。这1000多号人平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真消耗起物资来，真是1000多个无底洞啊！还好咱们的水源说是暂时没什么问题，不限2公斤，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么多水。估计是灾变前学校超市囤积的吧。哎，什么声音？守夜的2人突然听到了女人的哭声，这哭声不是来自墙外，反而是在安全的基地围墙内。又有哪个小女孩承受不住压力，精神崩溃了吧？切，我记得末世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如人家小女孩呢，都吓尿了。闭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出于守夜职责，2人一边护损，一边循着哭声去寻找声源。找到了，好像在那里。喂，妹子，哭啥呢？大晚上的。哈哈哈，别哭了，妹子，你哭得怪瘆人的，该给我兄弟吓尿了。你他娘的！好了，妹子，不开玩笑了。大晚上的丧尸比较活跃，在外边发出声响不安全，快回去吧。2人对视一眼，感觉到了诡异。妹子，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这可一点都不好笑了。走，咱们回去吧。卧槽，你！不好了，他们进来了！该死的，昨晚守夜的人呢？都他妈死哪去了？卧槽！你们！怎么一大早的就这么喧闹？是哪个拾荒队又带物资回来了吗？江毅走出房门，然而楼道除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血迹外，空无一人，更多的惨叫声也从楼上传下来。妈的，基地沦陷了，怎么没丧尸来敲我的门呢？江毅，发生什么了？晴斗吞下尸核，又饮用了江毅给予的营养液，成功度过进化危险期，成为了异能者。看来昨晚发生了咱们意想不到的危机啊！我看也是。这样吧，现在你也是异能者了，我从这层出发去楼上救人，你就前往楼下，我很快下来跟你会合。简单商量了下去向，
江毅只身从5楼出发，这基地原先是沙雕大学的宿舍楼，一共18层。除了1楼，为了抵御进化丧尸，将承重墙外的一切隔断全部砸空外，其他楼层还保留着原本的户型。现在当务之急是将楼上的所有威胁排除，才能安心堵上2楼的通道，把丧尸入侵的唯一途径封死，让他们只能在空旷的1楼游荡。一路上，江毅手认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江毅还是普通人的时候，免不了和大家抱团取暖，偶尔还因为陈家资和这些人以为友。然而这些昨天还笑脸相迎的面孔，今日却抱着同伴大快朵颐，令人唏嘘。抱歉了，抱歉了，吴世宇。江毅飞起2脚，终结了他们的性命。普通人在末日中就是如此脆弱，为了永远不用面对这种惨状，江毅变强的心愈发坚定。我要变强，比任何丧尸、任何异能者都要强。江毅的心中更是涌现出一股无名的冲动，我要把他们一个不留的驱逐干净。没问题，江老弟，有哥几个在，没人能欺负你对象。抱歉了，抱歉了，吴世宇。我要变强，比任何丧尸、任何异能者都要强。我要把他们一个不留的驱逐干净。哎，阿珍，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没有啊。阿强，你说那群异能者怎么1晚上了还没有来救咱们？他们不会抛下咱们不管了吧？别多想，阿珍，咱们住的楼层高，一时半会儿异能者们搜救不到这里也正常。万一丧尸真的闯进来了，我会死在你前头的，放心吧。阿强，你真好，真的。喂，能不能照顾下单身狗的感受？呵呵，抱歉。我说，阿七，还是你机灵，怎么想到来我俩这避难的？住高楼层的好兄弟，我就认识你一个。丧尸要啃也是从1楼开始啃，我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来找你们了，顺便来给你俩预个警。小点声。哎，咱们普通人也是倒了血霉了，为了能有个安身之处，平常被异能者呼来喝去也就罢了，现在搁基地里居然也不安全。是啊，哎，要是我也能觉醒异能就好了，指定带你俩飞。哎，对了，不是说吞噬核可以让普通人觉醒异能吗？得了吧，你看那些想赌一把的能活下来了几个？有阿珍在，我可不敢赌。行了，看给你腻歪的。异能这东西，末世爆发的一开始没有，往后余生也很难再拥有了吧？哎，门外没动静了。哭声？怎么会有哭声？可别开门啊！恐怖片里死得最快的就是你这种好奇心强的。你想多了，我可不会拿咱们3个人的性命开玩笑，我就是听听而已。奇怪，声音怎么越来越近了？这哭声好像就在门外。我操！救命啊！阿强哥！阿七，走，阿珍。阿强，你七仔，别怪我，对不起。强哥，混蛋，吴强，老子做丧尸也不会放。好，运气很好，这层楼就刚刚那一只。阿珍，听我说，我们得往楼下跑。为什么？异能者大多都住在低楼层，想活命只能去楼下搏一线生机。所以，阿珍，对不起。吴强，你为什么？丧尸会优先攻击有血腥味的人类。对不起，我想活下去。尖叫声！大家小心，刚刚这种进阶丧尸数量估计不会少，咱们先尽可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再慢慢清理丧尸。对了，刚刚给你们的营养液能快速恢复伤势，可以理解为游戏里的血瓶。如果受伤了，千万别吝啬，要记得。江毅，5楼的防线由我们先撑着，你还是按你的原计划去把楼上的丧尸清理干净。4号，你们顶不住了，可以收缩回楼上，我去把每层楼的丧尸都挨个清。这样都杀不死你吗？江毅，那咱们再换一种玩法好了。去吧。这样都杀不死你吗？江毅，那咱们再换一种玩法好了。去吧。
快快，往楼下走，快！谢谢你。你这个伤口是？这不是丧尸抓的，这是我磕到了。别杀我！放心吧，我既然来救人，就不会滥杀无辜。毕竟我也不是什么恶魔。这样，你先去楼下找个房间自我隔离一下，等我们忙完了再想办法。快去吧。好，谢谢你。我干嘛？有没有点素质了？哎，你等等！救救我！救救我！我兄弟和女朋友被丧尸咬死了，上面有进化丧尸。是你，江毅。吴强，这个人看着老实，实际上以前一起出任务坑了我不少回，没有必要，真不想和他有所接触。吴强，有话等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再说，你和他们去帮楼下搭建防御工事吧。楼下的异能者现在分身乏术，辛苦你们了。不就一条翻身的咸鱼吗？装什么大尾巴了？好嘞，没问题，江哥，你快上去吧。好，快去吧，时间紧迫。吴强说上边有进化丧尸，可是在没有人引导的情况下，丧尸不应该会去往那么高的楼层啊。不管了，总之先把高楼层清空再说。这是吴强的女朋友阿珍，可惜了，尸体被开膛破肚成这样。哎，不对，这不像是丧尸啃咬的痕迹，反而像是利刃反复穿刺的痕迹。利刃穿刺，吴强匕首。好你个吴强，为了活下来什么都做得出来啊。哭声在房间里，是诗画的阿七，可惜这活宝了，没什么架子人还有趣，就是喜欢和吴强这种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也是他的命。抱歉了阿七，希望你下辈子别生在这个地狱般的人间了，我这就让你解脱。卧槽，这个才是进化丧尸，哭声不是阿七发出来的。我就说阿七怎么会发出女人的哭声？该死，这只看上去身娇体弱的，怎么这么难缠？他居然知道打斗喝药，妈的老天爷，这地狱难度，你咋不自己来试试？那只好使用那一招了。你觉得你能杀死我？还好，虽然难缠，但是能打过。要是再来一只更强的，我可遭不住了。卧槽，我这乌鸦嘴！老天爷，要是再来一只更强的，我可遭不住了。这是什么丧尸？以前怎么没见过？难道和那只巨型丧尸是同一款？果然，块头大没什么了不起的，攻击速度都是一样的慢。发生什么事了？我被攻击了吗？妈的，体型大力量强也就算了，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卧槽，皮这么硬，还有天理没有了，那只好再使用这招了。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去，开大 BGM 都给我吼断了，这进化丧尸也太逆天了，不妙！要是放任这家伙在基地肆虐，恐怕所有人都会被他屠戮干净。完蛋，现在所有进化丧尸都会读指令了。不让喝药，这还怎么玩？现在离下次升级还差得远，没办法复刻杀丧尸满血复活的操作，怎么办？难道真的到此为止了吗？把伤员都往楼上转移，相信江毅，等他清理完高层，咱们会轻松很多的。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数量太多了。难道只能使用那一招了吗？你们感觉到没有？是不是地震了？好像是楼上传来的动静，
楼上发生什么事了？别分神，楼上发生什么也有江毅先顶战，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麻烦。你就这么相信那个叫江毅的吗？问，因为他救过我的命。发生什么了？掉下来了。江毅，你没事吧？别过来，危险！江毅，这鬼东西是……秦斗，大家对不起，咱们快逃吧。以我现在的能力，还不是他的对手。秦斗，你带上幸存者们前往食堂，暂时躲避危险。拼上我这条命，也会帮你们杀出一条生路。不，江毅有办法对付他的。什么办法？所有苦难都是当事人能力不足导致的。这是在进化那天昏迷期间，脑海里的声音告诉我的。他说，我只有2个选择：放弃生命，拥抱永恒的安宁，或者活在地狱里。但我会给你一条追求尽力量的道路，而这就是你的道路。Clouds in isolation, I am reclaimer of my name. Lord and slave, I have been blessed. My family crushes the demon of death. 什么声音？陌生的天花板。这里是医院。不是哟，秦哥，这里是食堂避难所的医务室。你们是？哦，秦哥，我是吴强，这2位是李斯和张山，您昏迷期间都是由他俩看护的。哦，好，谢谢你们了。那个，我昏迷多久了？基地宿舍区现在情况怎么样？哦，对了，还有江毅人呢，他还好吧？那个，秦哥呀。你已经在这躺了2天了，基地的宿舍区除了和你一起回来的那批人外，现在都没音讯了。啊，那江毅人呢？你说江毅啊，他非得逞强断后，已经失联2天了，现在估计已经……不会的，连我都能活下来，他肯定也不会死。哎，秦哥，基地现在都传开了，说你杀了一只变异丧尸，那些跟你一块回来的幸存者都老佩服你了。是啊，秦哥，当时我就在楼下，整栋楼跟地震一样，我还以为那天就要嗝屁了呢。秦哥，你看基地里那些个异能者都收一大帮小弟，我们哥俩今后一起跟着秦哥混吧。秦哥以前也吃过普通人的苦，应该能理解咱仨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吧？不是你。好了，3位的考虑我心里清楚，别的不说。今后生存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提，我一定想办法还你们这2天照顾我的人情。但我之后会外出确认江毅的安危。你们身为普通人，还是待在避难所内比较安全吧。总之，多谢你们这2天的看护，暂且别过吧。哎，秦哥，你的刀还没拿。这异能者是牛逼哈。不过又是个翻身的嫌疑罢了，和江毅一个德行，臭显摆。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学习，整个基地都得我说了算。陌生的天花板，这里是？你醒了，江毅同学。我操，丧尸！你！江毅同学，冷静点，我可不是丧尸。哎，您是校长？你小子不错，居然还记得校长长得啥样，真是稀奇哦。不是，校长。为什么？您的样貌气息和丧尸一模一样。因为我就是丧尸啊！啊！别急，江毅同学，你肯定见过有智慧的丧尸对吧？进来。我操！校长，危险！别慌，江毅同学，他们不会伤人的。放下东西出去吧，别把江同学吓着了。看，我说的没错吧？他们不会伤人的。不是，校长。这些丧尸是怎么回事？还有您也……张同学，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末世之中最匮乏的资源是什么？食物、水源、电力，都对，但这些对异能者来说不是很难获取的东西。真正匮乏的资源其实是这……我操，这些
这些都是尸核。没错，尸核对异能者来说，最匮乏的就是能净化自身异能的尸核。这些东西只有在净化丧尸体内才能产出，而我能和那些进阶丧尸沟通，并操控他们，所以最匮乏的资源对我来说反而最容易获得。那您告诉我这些，应该是我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对吧？不，江同学，没有利用那么难听，咱们只是各取所需罢了。那我斗胆一问，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连您都想要呢？那好，江同学，我想问问你，你的这种恢复药品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是怎么得到这东西的？对了，刚刚给你们的营养液能快速恢复伤势，可以理解为游戏里的血瓶。如果受伤了，千万别吝啬，要记得喝。你杀了他们！不，别紧张，江同学，我没有想过抢夺或者不对等交换。你能告诉我你的恢复药品是怎么来的吗？好吧，我可以告诉您，但在这之前，我想问问，这药品对您有什么用呢？你看好了。看出来了吗？我这具丧尸身体的腐败会被你的药水治愈，虽然这一瓶维持的时间不过几天而已，但会大大延缓我身体的腐败速度。我明白了，您是想和我交换这种药水，延长身体的使用寿命，对吧？你很聪明，江同学。那么您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呢？那要看你有多少这种药品了。我手上的尸核存量也不多，以5:1的比例交换，不知道你可满意？5:1，您这也叫平等交易？别急，江同学，不满意咱们可以谈谈吧。那调整为10:1，更过分了。不是，江同学，你是不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是10颗尸核换你1瓶药剂啊！这我随便杀一只丧尸就能兑换1瓶，还有这种好事？那好吧，这买卖也不算太过分。这些给您，不知道为啥良心有些隐隐作痛呢，大概是错觉吧。你太卑鄙了！检测到宿主获取了大量尸核，是否消耗尸核进行系统升级？卧槽！系统，你掉线这么多级，终于知道出来了。提示：系统升级会全方位大幅提升宿主属性，并有一定概率获得强大技能。消耗尸核越多，获得技能的概率越大，同时技能的品质也越高。是否进行升级？只需要消耗10颗尸核，那我塞更多进去，获得技能的概率就更大了，对吧？再消耗10颗。目前累计消耗20颗尸核，属性强化倍率为1.1倍，技能获取概率为2%。哎，不是，10颗尸核才提升1%的概率啊！氪金手游都没你这么黑吧？反正和校长兑换了100多颗尸核，留着也没用，不如全塞进去，单车变摩托，消耗全部。目前积累消耗尸核160颗，预计全属性强化倍率为2.5倍，技能获取概率为16%。其余优化项目于升级完成后展示。本以为160颗尸核已经是末日暴发户了，没想到一眨眼就全花光了呀！开始吸收尸核，根据宿主目前的体质，系统升级预计在10个小时内完成。升级完成前，本系统将进行离线。感谢您的使用，再见。逼养的，你人还怪礼貌的。客气了。卧槽，原来你会正常对话啊！又不回话了，算了，总之最后去和校长打个招呼吧，好歹人家救了我，还给我换了一身行头。完事后赶紧回基地看看情况怎么样了。校长，准备离开了吗？是的，校长，感谢您这2天的庇护，您救我的恩情，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客气了。这里是办公大楼，你的人类朋友们都窝在食堂里呢。人类朋友？我可没什么朋友。这么说，我俩都是同类中的异类了。虽然没什么朋友，但总归还是有那么1-2个的。也罢，人类的事情我本来不准备掺和了，但鉴于咱们之前愉快的合作，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吧。什么事情？这里是方圆50公里内最大的人类聚集地了，人类越多，就会吸引越多的进化丧尸，尤其是异能者多的地方，对进化丧尸来说，简直香味扑鼻。您的意思是，人类散发的吸引力就和 GPS 定位一样？没错，本来我以为有生前理智的我不会对人类感兴趣，可是你知道吗？江毅。什么？你好香啊！卧槽，校长，您别。逗你玩呢，我对吃人还是十分抵触的，不过你散发出的吸引力确实让我无法拒绝。我明白了，谢谢您，校长。不客气。对了，江毅，顺便给你个忠告吧。什么？末世里你救不了所有人，
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了，一不小心就会因为那些不重要的人丢掉宝贵的性命。校长，你是聪明人，也是个善良的孩子，我真心希望你能活到最后。谢谢您，朱校长。好了，矫情话就说到这吧，咱们都有要忙的事情，我就不送你了。校长，咱们来日再见。好，最近多多注意进化丧尸的动向，有很多进化丧尸最近脱离了我的掌控，我怀疑有比我位阶更高的存在夺取了他们的控制权，万事小心，不送了。谢谢您。军哥、秦哥，好奇怪，为什么仓库区的丧尸数量这么少？按理说，缺少物资的人都会来仓库搏一线生机，这里肯定是丧尸聚集最多的区域。可是数量似乎……小芳，说实话，确实不太对劲，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好了，精神异能者辛苦一点，有任何风吹草动一定要及时响应。普通人跟紧异能者，大家保持阵型，继续深入吧。无知者，在劫难逃。该死，真该死！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他？他不是在校门口徘徊吗？怎么会游荡到仓库区域？我又不是变异丧尸，你问我？大家先冷静下来，有序退回仓库里。这怪物速度好快，和他耗下去，要是被尸潮包围，咱们都得死在这里。别急，我能对付他。秦斗，你要用那招吗？没错，不过使用资源斩后，我的身体会陷入长时间的虚弱状态，甚至有可能会昏迷。好，到时候我们拖也会把你拖回去。如果到时候情况不妙，就把我留在仓库区吧。我刚刚检查了仓库里更衣室的大门很牢固。秦斗，秦哥，退后。Sleep on。成功了！秦哥，你太牛逼了！秦哥，秦斗，别急，秦哥的 BGM 快走完了。军哥，丧尸们围过来了，咱们得赶紧行动了。我知道。那秦哥他怎么？把他留在这里吧。军哥，你要是让这小子活着回去，只怕基地里我说话的分量会越来越小了。但就这样把他留在这里，想必会寒了这帮人的心。也罢，就给你条生路吧。小云，从你的空间里取点物资，留在这里。军哥，我们就这样把秦哥扔在这里吗？秦斗已经帮我们想好了退路，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别辜负他，你明白吗？好吧。还好，这帮傻子容易糊弄，咱们走吧。当断不断的话，秦斗的牺牲就白费了。谢谢你，秦哥，走吧。我操！这个怪物！救命啊！军哥，你别做什么！滚开！别杀我！距离秦斗出发已经几个小时了。话是人们说，秦斗加入了探索仓库的小队，也是为了顺便寻找我的踪迹。没想到现在反过来成了我来找他了。这是方清川的装备，还有小云的武器。看来秦斗加入的小队死伤惨重啊。可怎么没看到秦斗的尸体？有3支拾荒小队在仓库区域失去一卷，我们怀疑仓库区有未知的进化丧尸蛰伏，不建议其他拾荒小队前往探索，尤其是你这样强大的异能者，千万别意气用事去送命啊！可是以秦斗的能力，也逃不脱未知怪物的魔掌吗？那是变异丧尸的尸体，没有外伤和血液，但死状之凄惨，很像是秦斗使用次元斩的手笔。使用完这招的他大概率会昏迷，以他的性格应该不愿拖累队伍，那么藏在某处会是他最好的选择。我想想，仓库区有什么能藏人的地方呢？对了，更衣室。果然在这里。这里是
你醒了，情窦啊，江毅，你没事吗？真是太好了。你还有心情关心我呀？你的状态可比我差多了。无妨，我只是能量透支罢了。对了，你来多久了？遇到谢军他们了吗？没有，不过我来的时候看到谢军小队的装备散落一地，还有满地血迹，估计是凶多吉少了。或许能有1、2个幸运儿逃回了食堂避难所吧。对了，我昏迷了多久？不知道，我也才找到你没多久，屁股都还没做热乎呢。那看来这次昏迷的时间比上次短了许多呢。是吗？那说明你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或许吧。话说，你不能把这么强的招式拆开用吗？什么意思？我打个比方，你的整个大招过程有个固定的流程，但其核心实际是聚集能量，并在拔刀的一瞬间释放。那如果少蓄会儿力，哪怕威力小一点，是否消耗也会相应的变小，不至于让你陷入昏迷呢？这我倒是没细想过。江毅，我发现你在这方面很有想象力。哈哈，我也就嘴强王者罢了，万一实践失败，你可别赖我。放心，我觉得你推理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出去拿丧尸试验一下。不行，蓄力太短了，连剑气都没蓄出来。不行，这次又太长了，我脑袋有点晕，让我先歇一下。人家末日里水深火热，我俩末日里砍怪练级，这合理吗？喂，青豆，你也察觉到了吧？是的，这气息不同寻常啊。这股未知的压迫感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又是这东西，有爆发性移动速度的巨型丧尸。不对，以我俩现在的实力，他给我们的压迫感不应该这么强。难道还有高手？我去，居然有4只！不对，江毅，你看那里，那是什么鬼东西？卧槽，他能操控变异巨型丧尸？有很多进化丧尸最近脱离了我的掌控，我怀疑有比我位阶更高的存在夺取了他们的控制权，万事小心。情豆，这4只能交给你牵制吗？擒贼先擒王，按照以往的经验，能操控群尸的尸王，往往战斗力并不强。我先去把那只鬼东西宰了。好吧，江毅，我尽力帮你拖住他们。我只能帮你拖这一手 BGM 的时间，你快去速战速决。好，鬼东西，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他躲了，他在惧怕我。可恶，这鬼东西好快，真会跑啊！这样下去，情窦他就危险了。有种别跑啊！我操！停下了，停得好！你觉得你能杀死我？你根本就不惧怕我的攻击，你他妈在玩我是吧？完蛋，他才是那股压迫感的来源，我俩都被他骗了。什么擒贼先擒王，分明是自投罗网。不行，不可力敌，只能想办法逃跑了，至少让情窦逃掉。阿晴，江毅，怎么回事？是受伤了吗？江毅，你也太不够哥们了，想一个人去死啊！别，情窦他不是普通的丧尸，我可不答应。破不开防御，怎么会这样？情窦，检测到宿主潜能逐步激发，系统升级完成，进入倒数计时，10、9、8、7、6、5、4、3、2、1。你玩完了吧？现在该轮到我玩了。系统升级完成，你以16%的概率获取了金色传承技能黑光病毒。根据黑光病毒特性，您的属性强化倍率由 2.5 倍提升为10倍。
当前黑光病毒开发进度为20%，激活刀刃与利爪形态，您可以选择性进行搭配。利爪？哦，利爪形态已激活。你刚刚好像玩得很开心嘛，鬼东西！又开始逃窜了，但这次你逃得掉吗？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只是给我挠痒痒是吧？你吼也没用，就凭你目前这点本事，很难活过这集啊！哎呦，脑子很灵光嘛，居然知道摇队友。可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数量再多也只是蝼蚁。利刃形态已激活。有你这样逼迫小弟们的吗？如果是朱校长，恐怕不会让他们3个这样白白送死吧。江同学，你觉得智慧丧尸和人类相比，你更喜欢哪个？校长，你在开玩笑吧？我当然是喜欢和我一样的人类啊。也对，可是江同学，有些人类比这些单纯的智慧丧尸更加不堪，不是吗？您这么说，确实也有一番道理。许多人类在末世的考验下，已经逐渐抛弃了人性。相比于人性的丑恶，我更喜欢这些容易教化的智慧丧尸。他们也会学习，通过教化能让他们抵制自己嗜血的本能。您的意思是说，丧尸也可以拥有人类的感情吗？没错，而且相比于在末世中苦苦挣扎的人类，新生的智慧丧尸比人类处在食物链的更高端，不必为了生存烦恼，而足够优越的环境更容易孕育更加繁荣的文明。难道您是想亲手打造一个属于丧尸的文明国度吗？不，我生前只是个校长，死后也是。我的思想仅限制于教书育人而已。我只是想把智慧的禁果让这群未开化的孩子也品尝一下罢了。至于是好是坏，就仰仗自然选择了。朱校长，你只是单纯利用这些巨型丧尸罢了。和他们相比，你这种拥有智慧却选择屈从暴虐本能的怪物更加该死。你也知道我在羞辱你啊！看来你的智慧程度远高于他们3个。我已经开始厌倦这种欺凌弱小的感觉了，所以死吧！检测到稀有丧尸核心，吸收后有一定概率获取一项新技能，是否吸收？哦，这么说我还捡到宝了。确认吸收。稀有丧尸核心已吸收，解析完毕。该稀有丧尸核心具备4项可继承的技能。技能1：墨菲特石肤，您的表层皮肤变得如磐石般坚硬，寻常枪击与火箭弹将很难击穿您的防御。技能2：引流之主，您的速度快如极电，能在短时间内留下实体残影，迷惑对手或者派生进攻招式。技能3：范马鬼背，您的肉体如鬼神般健硕，鬼背开启后，您将变得不可阻挡，除非肉体灰飞烟灭。技能4：万世之王，您脱胎于尸山血海，生来便是群尸的王者，任何位阶低于您的丧尸都将臣服于您，请选择一项技能进行继承。都是好技能啊，虽然总感觉有哪里怪怪的。系统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是大学生，这些技能都送我不好吗？请宿主莫要玩烂梗，赶紧选择，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合能量将大打折扣，技能效果便没有现在这么强力了。好，你别催嘛，总得给在看的人一点选择的时间吧。你们说我选哪个比较好呢？限时5秒倒数，请尽快选择您的继承技能。5、4、3、2。系统，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哦。懂什么啊？
你想懂，我房里有一些好康。重复，请莫要玩烂梗，拖延时间，一集已经够短了。好好，你还真是一点幽默都不懂哦。我说过了，小孩子才做选择，而我是大学生，我全都要。警告，检测到宿主通过黑光病毒特性进行系统全线外吸收。警告，超出宿主承受能力的力量将大概率导致宿主死亡，请立即终止同化吸收。说得轻巧，我他妈只知道怎么开始，又没人教我怎么停止啊！警告，宿主生命体征下降至60%。警告，下降至40%。我操，玩脱了呀！警告，体征下降至20%。下降至3%。警告，宿主即将死亡。警告，宿主已死亡。放心，我会让你脱胎换骨，会让你拥有主宰地表生物的潜力，但你必须帮我做件事情。你现在还没有理解我话语的智力，但你必须记住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杀掉那些带有系统臭味的家伙，同时杀掉那个叫江毅的人类。很好，进化已经开始了，你的潜力很不错，已经能理解我说的话了。已经会说话了，不得了啊，未来可期。为什么要杀我？不对，不对，你不是他，你是江毅。该死！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墓园里？这个男人刚刚说什么？要杀我？我们认识吗？你不认识我，他不认识我，那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根据现状来看，他是读取了这只丧尸的记忆，回到了这个时间点，说明未来这只丧尸折损在他手里了。那这颗棋子注定发挥不了什么大作用了。好奇怪，我现在这具身体似乎是吸收的那只稀有丧尸的，可眼前的场景却不具备实感。难道我是进入这只丧尸生前的记忆了吗？从江毅依旧能获得读取记忆的能力来看，我干扰历史进程的计划似乎在未来出现了问题。但他不认识我，说明截止到他觉醒阴谋之网为止，是没有见过我的。眼下的情况，眼前这个陌生人似乎认识我，之前对我的恶意也是毫不掩饰，但刚刚我表现出不防备的态度，似乎迷惑了他的感官，感觉可以从他这里套出点情报来。我认识你，江毅，但你不一定认识我。哦，这么说咱们真的见过？不，严格来说，这算是咱们的第一次见面，而且你还杀死了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人，可不敢胡说。我江毅目前为止杀的都是该杀的。哦，听你的语气，你似乎很明白自己是什么处境咯。什么处境我不太清楚，但我倒是听出来你知道很多，而且对我的恶意很深啊。那是自然，丧子之痛不是你一个小年轻能理解的。丧子，这么说我是杀了他的儿子吗？江毅，我知道你是通过阴谋之网来到这里，看样子你目前是刚刚觉醒了黑光病毒吧？原来这也是黑光病毒的能力吗？能通过吞噬来读取目标的记忆，不愧是金色能力。哎，不对，他怎么连黑光病毒的事情都知道？你怎么知道黑光病毒的？江毅呀江毅，你未免也太自大了啊！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天选之人吗？什么意思啊？警告，检测到其他系统玩家散发的恶意，正在启动紧急意识复苏措施。江毅，出于某些意志力，我没法提前干涉主时间线的运行轨迹，你该庆幸我不能立刻找到你并宰了你。你最好祈祷不要太早遇到我，否则我要把你这肮脏的躯体砍断切开剁碎！现在快滚回你的时间线去吧！你到底是谁？这样安排应该就可以了吧？我的主，可以，你做得很好。只是我的主，您刚刚刻意让我侵蚀他的系统，我暴露给了太多信息了。你在质疑我吗？不敢，我的一切都是您给予的，当然不会质疑您的决定。我的主，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我给你未来日记和模拟人生系统，不是让你当个无脑金手指玩家的。
你应该懂吧？当然，属下一定不遗余力的变强，以报您大力栽培的恩情。知道就好。为了那一天到来时，有更多的同志助我对抗魔音，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是，但你目前最要紧的任务是，在江毅真正崛起之前，组织起能对抗魔音的异能者联盟，明白吗？是，属下一定尽心竭力去做。还有，为了加快联盟搭建的进程，生物兵器的设计图已经同步到你的系统内了，只要准备好相应的资源，就可以直接搭建设施。好，帮大忙了，不愧是我的主。有了这些生物兵器，很快我们就能主宰地表生物，迎接对战魔音的那天了。行，放手去做吧，我就静候佳音了。现在，快夺回你的时间线去吧！你到底是谁？我这是昏迷了多久？你们这是？难道说是你们保护了我吗？那看来这群人确实是冲我来的。这些日子我得罪了不少，但能集结起这么多异能者，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李哥，忍不住了，要不咱们先撤吧？是啊，兄弟们做掉2只巨型丧尸已经是极限。那个姓姜的倒在3阶丧尸的尸体上，8成是同归于尽了。咱们快走吧。不行，龙哥待我恩重如山，他说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李哥，全体都有，你们先撤退，我去把那个小子的尸体捞过来。不行，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你当兄弟们是放屁吗？就是啊，李哥，都给老子闭嘴！老秦，给老子按规矩办事。撤！走的时候替老大多吸引点丧尸，都听到没有？收到。走！快点，快点的奶奶的！江毅，为了找到你，真是费了老子好大的劲啊！李全啊，龙哥，有什么事你吩咐。我儿子高伟在学校里被人杀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是的，凶手是个叫江毅的混小子，没什么背景。老子收到消息的时候，恨不得立刻飞过去把他碎尸万段。好，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明白，龙哥，现在集团受到灾变冲击，刚稳定下来，区区一个小角色，根本不需要您大动干戈，我亲自去把他逮过来，任您处置。我相信你的能力，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定要谨慎对待这个江毅。恕我冒昧的问一句，这个江毅在情报里最多是个2阶速度异能者，更没有势力背景，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吧？具体原因你不需要多问，我只有一点要求。您讲，我一定办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遵命。我知道你办事一向万无一失，但这次任务还是去洋管基地的实验室领一支病毒强化剂吧。这龙哥应该没这个必要吧？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但凡事都有万一。高总，属下一定。如果真有那个万一，你知道该怎么做？属下明白。这个叫江毅的究竟有什么值得高总这么重视？2阶变异巨型丧尸，力量可勉强达到3阶丧尸的程度。可惜爆发力虽惊人，但后继无力。你连我们实验室里生物兵器的残次品都比不上。你特么到底是什么来头？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氏集团3把手李全，而死在你手下的高伟是我们集团的大少爷。我问你，江毅，需要我给你点时间把脖子洗干净吗？